首先声明哈，我绝无任何可能做加拿大的移民部长，而且呢，移民部长其实对于加拿大的整个移民政策的左右能力也非常的有限。那么这期节目最关键的目的呢，是想要呼吁加拿大移民政策的一个改革，从而让移民能够更好的为加拿大社会服务，让更多真正优秀的、热爱这个国家的人来到加拿大。加拿大目前的移民体系啊，不光是存在很多的问题，而且就像我之前节目当中说过的，已经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啊。为了弥补之前国门大开所造成的后果呢，现在的移民局是拆东墙补西墙，到处补窟窿啊！慌忙下呢，出台了各种无厘头的政策，这样呢，不但是于事无补，反而是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具体的细节呢，我就不过多的赘述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之前分析加拿大移民问题的节目。那我今天呢，就单从纯理想的状态来谈谈我心中这个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应该是怎么改啊？一个真正是利国利民的移民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啊，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按照国家进行移民名额的分配。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呀，就是所有的移民种类都要对各个国家的申请人进行人数限制。比如说技术移民，一个国家的申请人就不能超过该项目总人数的10%。为什么我要把限制国家人数放在第一位呢？因为啊，目前加拿大的移民体系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印度一个国家的人太多了。我直接列举一些数字啊，您就能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在2023年，加拿大总共是批准了47万的永久居民啊，其中呢，来自印度的移民呢是排名第一，达到了13.97万人啊，一个国家就占到了全部移民的接近1/3，而第二名的中国呢是3.1万人，第三名是菲律宾，大概是2.6万人。那么我们看啊，第一名的印度人数居然是第二名的4倍还多。印度一个国家的移民数量基本等同于排名第2到第10 9个国家的总和。我们再来看第二组数据，2015年到2023年，加拿大的年度移民总人数呢增长了是近20万，而同期呢，印度移民的总数从2015年的3.9万涨到了2023年的13.9万，增长了整整10万。您看啊，加拿大的移民总数增长的人数呢是20万，但是其中的一半，也就是10万人是来自印度移民的增长。而在增长的另外的10万人当中呢，其中的4万多是难民，而另外的5万多呢，则是非常的分散，主要是来自于尼日利亚、喀麦隆、美国、法国、巴西、墨西哥以及中国香港。所以简单来说呀，加拿大表面上是让移民的数量增加了很多，9年的时间，年度移民增长了20万，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印度移民和难民的增长。我们再来看第三组数据，学签。截止到2023年底啊，加拿大境内的有效学签的总数是104万张。那么就在这104万人中啊，您猜猜印度留学生有多少？答案是42万，整整占据40%，当之无愧的第一。而排名第2到第10的国家加在一起的留学生总数是32.3万，还不到印度一个国家的80%。而且呀，印度的留学生数量呢，还在这个2024年还在进一步的快速增长。怎么样啊？这3个数字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了吧？可以说呀，印度一个国家现在主导了加拿大移民的来源。如果不加以控制呢，未来这个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这里啊，我并不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抱有成见，但是在移民问题上，如果来自一个国家的移民成为绝对主流，那将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多了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之前也专门做过印度移民的节目，来专门讨论这个话题。对于加拿大来说啊，移民是为了弥补人口老龄化以及出生率下降等等的人口问题，那么以及用来带动经济增加多元，从而提升社会活力。但是如果这种移民从多元化变成了一元化，那么最简单的道理，未来的加拿大将会是今天的印度。
我相信啊，这个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甚至连印度的移民啊都跟我说，他们当年来到加拿大就是为了离开印度，没想到现在的加拿大却变成了印度。那么来自印度的移民的态势呢，如果这么增长下去，长此以往，无论是对加拿大、对各国的移民，甚至对印度移民，都是不公平的。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啊，对于国家的管理者来说，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你加拿大只是一个人口只有4000万的小国，而印度是一个人口已经迈向15亿的世界人口第1大国，而且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那么随随便便从印度来一个零头的人口，就能把加拿大的整个的人口、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彻底颠覆。所以啊，同样是移民国家的美国，早在1976年就对各个国家的移民配额呢做出了限制，而且呢，在1990年的时候呢，更是严格规定了一个国家的移民不能超过该移民项目的总人数的7%。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移民会有排期的问题，比如中国和印度的这个申请人太多，那么就只能年复一年的往后排。那么中国的申请人其实还好了，您看看印度啊，印度人在美国的排期就知道了。印度人在美国的EB2和EB3的职业类移民，那么他的官方排期呢，目前是12年，而实际的排期有可能是长达20年到30年。澳大利亚呢，虽然没有类似于美国的一个国家限额，但是澳大利亚的移民的要求呢，比加拿大更加的严格。那么总人数呢，又是加拿大的1/3，所以整体上，印度移民并未给这个澳洲带来太大的冲击。您想啊，这些印度移民，他们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去不了了，那么就只能是最后全部涌向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国门大开啊，因为加拿大对临时居民不设限。目前呢，加拿大的临时居民占总人口的这个比例呢，超过了7%啊，尤其是留学生和体力务工者。那么其中呢，他们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印度。7%的这个临时居民的比例啊，我想这个世界上除了比如说中东的一些国家，比如说阿联酋或者卡塔尔，那么后面紧接着的就是加拿大了。但是你比如说在阿联酋那些中东的国家，临时居民仅仅是务工者，他们是没有可能成为永久居民或者公民的。而在加拿大的临时居民全都是奔着一个目标，就是真正的移民。对于加拿大来说呀，当务之急就是设立一个国家限额。我们可以不按照美国那么7%那么低的一个数字啊，按照10%，我相信是一个公平的数字。那么举例来说，如果加拿大一年有50万的移民总配额，那么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移民就不能超过1/10，也就是5万人。哪怕来自印度的留学生有40-50万，工签的持有者有上百万，但是每年一个国家的配额就只有5万啊，满了你就往后排，就像美国一样，最终有决心一直排下去的，一直保持工作状态的啊，一直对这个社会心存向往的，一定是最有利于加拿大这个社会的人才。而那些坚持不下去的，或者想靠投机取巧来获得身份的人呢，自然而然也就会被淘汰，自己就离开了。而节省下来的这样每年近10万的移民配额呢，使得其他国家的申请人的机会也更大，也让加拿大能够有空间去选拔更优秀、更适合这个社会的移民。你要说这是不是不公平？是不是政治不正确？是不是只针对印度一个国家？我认为是完全没有的，因为10%的配额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一视同仁。从法理上讲啊，并不是只针对印度一个国家的。虽然我们中国的移民啊，在加拿大历史上从没有哪一年是超过3.2万人，但是啊，中国跟印度也是有同等人口数量的一个国家呀。还有我们看啊，比如说印尼呀、巴基斯坦呀、什么尼日利亚呀、巴西呀、墨西哥呀、菲律宾啊，也都是人口过亿的大国。但现实是，只有印度正在爆发大规模的向外的一个移民潮。那么加拿大设立一个国家限额呢，不存在任何的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并且呢，这也是美国实行了近50年的一个通行规则。好，我们下面进入第二个建议啊，就是减少难民的数量，加大商业移民的比例。难民的问题啊，其实不用我多说，
除了官方接受的这个乌克兰、阿富汗、叙利亚等国的难民之外啊，2023年光是在加拿大境内提出个体难民和庇护申请的就有14万人。而2024年呢，这个数字还在快速的增长，前5个月就超过了7万人。而难民的审理周期呢，我们知道往往是长达3到5年。你想想啊，这么多年在加拿大境内积累了多少难民申请者？而加拿大政府要为这些难民巨额的生活成本以及移民审理成本买单啊！本来接受难民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啊。在加拿大人均 GDP 连年倒退的今天，还要为难民敞开大门，真的就是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去做那些面子工程了。而且啊，最关键的是，那每年在加拿大境内提交难民申请的14万人当中，又有多少是真正的难民？这里面我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难民问题啊，我们就点到为止。那么减少难民呢，不光是能够减少财政支出啊，减低这个低端就业的一个竞争压力，而节省下来的这些移民配额呢，我的建议是要扩大商业类移民的人数。什么是商业类移民？简单来说啊，就是投资移民、企业家移民、创业移民、自雇移民等等等等。它是指啊，不以来加拿大就业为目的的，而是要帮助加拿大进行商业投资，帮助加拿大创造就业的移民。要说商业类移民啊，在加拿大也不是一个新鲜事儿。虽然联邦的投资移民呢，在2014年的上一届的哈珀政府就被砍掉了，但是呢，各个省的投资移民和企业家移民呢，也一直都是有的。只不过呢，现行的那些投资移民和企业家移民啊，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真正成功的，没有一个是真的能给加拿大社会带来益处的，全都是面子工程。我先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哈，也是咱们国人最为熟知的魁北克投资移民。魁投呢是早在1986年就推出了，比美国的1:5投资移民啊还早了4年。它呢是一个被动投资移民项目，它最新的一个要求是这样的啊，投资120万加元给魁北克政府啊，5年之后呢无息返还，或者说呢还有另外一个选项，那么就是直接送给魁省政府30多万加元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投资只是这个魁北克投资移民的一小部分的要求，后面还有更苛刻的限制。魁投呢是这个要求申请人的家庭总资产呢至少要达到200万加元，并且呢所有的资产每一分钱都要提供合法来源的证明，而且啊申请人还要拥有2年以上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并且啊更加离谱的是，还需要提供法语考试成绩，达到加拿大法语标准 B2， 也就是相当于雅思4个6的水平方可申请。这呀就难倒了所有人。从头学法语达到这样的一个中高级水平啊，至少需要2到3年的学习时间。这一系列严苛的要求呢，也让新政下的魁北克投资移民形同虚设。那么自从2024年1月1号正式开放以来啊，截止到8月份，至今没有收到一个申请。你没有听错哈，一个原本是加拿大最火爆的投资移民项目，辩证后呢，开放了近8个月，一个申请都没有。我们说它是全世界最失败的移民项目也不为过吧？为什么说失败？说白了，就是要求太苛刻了。魁省政府是既要又要，什么都想要，既要申请人的钱，又想要这个申请人要高知高学历，还要精通法语，对魁省的法医文化有归属感，这怎么可能呢？这个世界上能拿出120万加元申请移民的人，又有几个是精通法语的呢？全世界我们都知道，除了法国和非洲的法裔殖民地，谁又能说流利的法语呢？魁投哇，我们就不多说了哈，现实已经无情地打了这个魁省政府的脸，估计那个设计这个项目的这个移民局的官员啊，也该引咎辞职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省的情况。加拿大呢，其实是除了魁北克投资移民这样一个被动投资移民政策之外呢，其他的省全部都是企业家移民。
什么叫做企业家移民？很简单，就是你不能是只投钱，还需要在加拿大亲自创立和运营企业，并且呢，对企业的经营和创造就业都有很高的要求。虽然啊，每个省份对于投资金额、个人资产、学历、经验、语言成绩等等等等都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呀，大差不差，基本上原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呢，申请人要通过一个综合打分的分数线，并且呢，在商业计划得到批准之后，才能够颁发工签啊。记住，这里才是工签，并不是移民。那么在你持工签来到加拿大后呢，要自主创立企业，在经过1到2年的创业啊，投资和就业都满足要求之后呢，最后才给你申请移民。这就是典型的叫先花钱后办事儿啊。如果在经营过程中企业不满足移民的要求，那么就人财两空，钱你花了，但对不起，移民你是拿不到的。加拿大的企业家移民总的过程啊，一般都需要4到5年。而这其中呢，一直要保持这家企业的积极运营，这对申请人的经营管理能力以及金钱和时间的投入都有极高的要求。很多人都有疑问啊，说我看这个有的偏远的省份只要求20-30万元的一个投资金额就够了，这也没多少钱呀。但是我跟您说哈，移民局的这些投资金额要求呢，只是一个最低的限额。在这4-5年的过程当中呢，维持企业的运营要花多少钱，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无底洞，只有真正做过企业的人才知道其中的含义。而加拿大的这种企业家移民最终实行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究竟又给加拿大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我们就不挨个省说了哈，就拿温哥华所在的 BC 省举例。2023年 BC 省总共是发放了8200个省提名，也就是说省里批准了8200个移民申请。当然啊，后面还需要这个走联邦的流程。在这8200个省提名当中呢，企业家移民占了多少呢？答案是32个。而这32个企业为当地创造了多少个新就业呢？答案是45个。而且啊，就这45个这个创造的就业当中呢，很有可能还包含老板自己或者是老板娘。看完之后，您是不是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了？企业家移民到底给加拿大带来了什么好处呢？偌大的一个 BC 省啊，一年只有32个企业家移民，一共只创造了45个新就业，平均一个企业1.4个就业岗位，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呀？这样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家又能够为当地带来什么贡献呢？所以啊，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目前加拿大的投资移民也好，企业家移民也好，就是纯粹的形同虚设，不但给当地带来不了任何好处，选拔出的也根本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您可能觉得我说的有点绝对啊，您听我慢慢道来。其实啊，从市场环境上来说，加拿大根本就不是一个适合创业的好地方。这里呢，人口少，土地面积大啊，商业基础差，更加缺乏人才，所以相应的呢，也直接导致创业的资金成本、研发成本、人才成本啊、市场营销成本、物流成本都相对是非常高的。再加上呢，这个社会在商业上又极其的保守，不鼓励颠覆式创新，那么重视传统就业，重视劳动者权利，工会的力量又非常的强大。你想啊，这样的商业环境本就不利于创业，就连北电、黑莓、庞巴迪、ATI 这样的科技商业帝国都难以这个逃脱倒闭或者被收购的厄运，更不用说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了。那么连这些本国的企业都难以维持，你让一个从来没有来过加拿大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什么都不一样的移民来这边创业，那么最关键的还不懂当地的这个商业环境和消费者习惯，你说这个业要怎么创？没办法呀，逼的申请人那么只能是去做那些旅馆、餐馆、美甲店、手机维修店等传统的小本生意。甚至很多企业家移民的申请人呢，只能是被当地人坑啊，花大笔的冤枉钱去维持一个空壳企业的运营。被本地人坑啊，这可能是企业家移民唯一能够给加拿大带来的一点经济价值了。而这样的价值呢，又是肮脏和龌龊的。全加拿大的企业家移民呢，我可以说几乎都是类似的情况。
政府呢只是做表面文章。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BC 省这样，32个企业创造45个就业啊，这种事情他都好意思向议会和人民汇报。而企业家移民的申请者呢，更是苦不堪言，9成9的企业都是亏本运营，钱像流水一样的往外流。那么后面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终坚持下来的呢是寥寥无几。加拿大的这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无厘头的投资移民政策呢，让我是似乎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苏联啊。现在的加拿大呀，我觉得正在朝着苏联的方向大幅迈进。说了这么多加拿大企业家移民的问题哈，其实您要说对加拿大这个社会有什么影响，那倒也没有。因为啊，政策合理性太差，申请的人数太少，批准的人数更少，基本上就成了没什么影响也无人在意的一个存在。但是呢，这其中真正的问题是，加拿大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商业移民本应给加拿大带来更大的收益。让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投资移民是怎么做的哈。美国的投资移民其实极其的简单，它只有一种，就叫做 EB5。它的原理呢，就是申请人要投资80万到105万美元到一个商业项目当中啊，只要这笔投资呢能够在2年的时间内创造10个新就业，移民就批了。这其中呢，对申请人唯一的要求就是要证明80万美元是合法所得啊，这就可以了。再没有其他的任何要求。你比如说加拿大最热衷的什么年龄、学历、职业、管理经验、婚姻状态、本地关系、英语、法语等等等等，美国一律不看。你只要用80万美元来给美国创造10个就业就可以了。而且呢，美国政府也不要你这80万，你投资是投到的一个商业项目当中，而这笔投资呢，在创造了就业之后呢，还可以返还。乍一看啊，您是不是觉得美国人傻呀？这要求也太低了，钱还没给到政府，申请人也没在当地办企业哈，只要创造就业就给发绿卡，这样的政策到底能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呢？我跟您说哈，美国政府其实一点儿都不傻，甚至呢比加拿大政府不知道精明到哪里去了。您听我慢慢分析啊。首先啊，美国政府非常清醒，他们完全不指望投资移民的申请者呢能够在本地办企业，不像傻白甜的加拿大政府啊，憧憬着企业家移民能够来加拿大再造一个北电黑莓啊，结果来了只能开一些美甲店、手机店，那么一个企业创造1.4个就业，其中1个还是自己的老板自己。移民呢，其实啊，一定是要在融入当地之后，经过了几年的磨合之后呢，才能够逐渐找到成功创业的方向。那么其次呢，美国政府也不要投资者那80万美元。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的政府呢，它的预算都是议会批准的，政府没有权利去收钱啊，而且也没有权利去用这个枫叶卡和绿卡去卖钱，那么议会也不会批准。全世界啊，估计也只有魁省政府能够出台那种用钱买枫叶卡的移民政策了。而且更关键的是呀，投资移民的这笔钱，如果是给到了政府，那就只能是填补一些财政的窟窿啊，让政府的日子好过，滋长腐败。那么对刺激经济、对百姓民生，其实是起不到实际的作用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那美国政府究竟是想要什么呢？我跟您说呀，答案就是2个字：就业。你可千万别小看了每个投资移民创造的这10个就业。美国每年呀，大概会批准1万张左右的 EB5 投资移民的移民签证啊，这其中呢是包含主申和副申，也就是说还有家属在内的。所以呢，1万个签证大概算下来就是4000个左右的申请。那么每个申请啊，创造10个就业。但是呢，其实在现实这个操作过程中，为了稳妥起见呢，其实啊，每个投资移民大概都要创造15个左右的就业。所以您看啊，4000个申请啊，每个申请15个就业，1年呢就是6万个新的就业、新的岗位。6万个就业也就意味着可以养活6万个家庭。从而衍生出的这种消费、投资以及相关的经济活动，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而美国的EB-5投资移民呢，从1990年就开始实行了，到今天呢已经是34年了。也就是说呀，光靠一个投资移民项目，那么34年来就为美国创造出了200多万个就业岗位。您想想，这对美国经济是有多么大的带动作用？而且啊，就业还是最表面的好处，更加重要的是那80万投资所带来的商业刺激。美国的移民局啊，其实想得很明白，他要么要钱，要么要人。2024财年啊，16.1万这个职业类的移民配额当中呢，有大概15万人都是职业类、人才类的移民，而后面剩的这1万就是EB-5投资移民。这对于这1万人来说，美国政府要的就是钱。您可以说美国政府很无耻哈，赤裸裸的向移民要钱，但这不就是现实吗？美加澳新啊，或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吸收移民，都是奔着利益去的。往好听了说，都是说这个什么满足劳动力缺口啊，应对老龄化呀，增加文化多样性啊，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说辞。那么说到根本啊，其实大家无非要的就是2个字：经济。当然啊，优秀的人才在哪个国家都是可求的，但资金能够带来的价值也同样重要。关键就要看这笔资金用在哪儿。我们还是用加拿大的这个魁头和美国的EB-5来做一个比较啊。魁头的120万加元是无息的借给魁省政府，就像我们前文说到啊，就是为了填补政府的财政的窟窿啊，加大这个魁省政府的财政赤字而已，对经济起不到太多的刺激作用。而美国的EB-5呢，是需要投入到市场上的一个风险投资当中。那么其中90%以上呢，是投入到房地产市场。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80万美元的这一个风险投资，在杠杆的作用下，能够刺激到多少的周边行业？从金融机构、法律机构到房地产开发商、数百个工种的建筑商、这个建材的供应商、销售商，再到后续的租赁、酒店管理等等的一些日常经营工作，以及因此而带动的人口流入、新兴商业机会等等等等。那么它就像一个蝴蝶效应一样，这80万美金的风险投资所创造的社会经济价值，我相信是数倍甚至是数十倍于本金的。而且呀，一个申请80万美金，一年4000个申请就是32亿美金。那么 EB-5至今我们之前提到了，已经有34年了，它至少为美国带来了超过1000亿美金的无息或者低息的风险投资。而美国所要付出的代价呀，就是每年1万个移民签证。而这些有实力啊，能够做EB-5投资移民的家庭啊，他的经济能力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在到了美国之后，无论是教育、消费或者是投资，我相信啊，都将给美国带来更大的、无可估量的一些人本价值。所以啊，我要强烈的呼吁加拿大减少难民，把省下来的移民配额给到商业移民和投资移民。其实商业移民如果利用得好的话呀，很有可能是拯救现在加拿大经济的一剂良药。而您可能会问哈，加拿大的商业移民、投资移民要怎么改呢？具体要怎么设置呢？其实啊，最简单的，你就复制美国的EB-5就好了。一个连续施行了34年的移民项目，一定是有其可取之处的。那么有关商业移民改革的话题呢，我也将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您带来一个详细的讨论。好，那么我们下面进入加拿大移民改革的第3个建议：化繁为简。目前呢，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真的是太复杂了，已经是复杂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了。现在加拿大存在着上百个的移民项目，而且没有人能够告诉您具体的数量，因为这些项目随时都在变。不光是项目的要求在随时调整，而且很有可能是由一个项目瞬间就会分裂出好几个子项目。现在加拿大的移民啊，别说是申请者，就是专业的移民顾问或者是律师啊，都很难做到全盘掌握。甚至我敢说呀，你就让加拿大的移民部长米勒出来啊，他也是一头雾水，因为实在是太复杂了。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复杂？第一个原因啊，是客观因素。之前我们也讲过，加拿大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它实行的是2级的移民体制。
也就是说呢，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都有选拔自己移民的一个权利。而加拿大有13个省级单位，再加上联邦，就一共有14个移民局。虽然说最终的所有的移民申请呢，都要经过联邦的移民局来颁发移民签证，但是各省呢，在选拔移民的时候是有完全的自主权利的。那么对于省提名移民呢，联邦的移民局也是无权做过多的干涉。也就是说呢，这14个移民局都是各自为政，各自设立了种类繁多的各不相同的移民政策。您想想就知道，这能不复杂吗？第二个复杂的原因就是主观因素了。加拿大的移民体制呢，在最近的9年当中已经是陷入了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它试图用移民的行政手段呢，去控制市场、控制经济，更控制人的走向。就比如政府觉得最近劳动力市场缺建筑工人，那么就给建筑工人单独设立一个移民通道；如果觉得缺幼教，那么就大力邀请这个幼教职业的移民；如果需要争取法裔选民的选票，那么就多收一些会讲法语的低分段的一些移民。所以搞得现在移民政策一天一变，横七竖八的诞生了很多单向的邀请。那么这种操作从原理上来看，其实没有问题缺什么人就补什么样的人才。但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详细的论述过，现实当中呢，这样的救急式的人才引进，不但很难缓解各个行业的用工问题，反而是破坏了原有的移民体系的一个完整性。第一所谓紧缺人才的一些行业呢，都是移民局自己拍脑袋定的。而那些看似紧缺的人才的行业真正的问题却并不是出在人的身上。你比如说医疗、建筑、交通、幼教等等行业，他们确实有问题，但是他们的问题并非是缺少人才，而是因为加拿大的经济和政策的种种弊端所导致的。而更加关键的是，人口的增加实在是太快了，每年3%的人口增长。你像医疗和教育行业这样的资源，它不紧缺才怪呢。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根本就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那么第二呢，加拿大移民的审理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滞后性极强。一个移民审理少则1-2年，多则4-5年。那么等这些移民办成黄花菜都凉了。而所谓的这些定向邀请的人才在来了之后，大多也都是很难从事各自的领域的。而大量的这些定向邀请的移民呢，以及低分的这些法语移民呢，其实是占用了目前超过半数的移民配额。那么这样就打破了原有相对公平的一个移民选拔机制。那么原本的那些高学历、高语言成绩、高技术技能的这些技术移民和留学生呢，就变得无所适从，迟迟得不到选拔。那么其实这还不仅仅是公不公平的问题。那么就从加拿大社会的角度来说目前来的移民，无论是临时居民还是永久居民，他的素质呢其实是大不如前的。您光看现在加拿大社会的乱象就知道了，印度杀手、黑帮都可以留学或者移民，还有这种各种学历造假、工作造假都成为普遍现象。那么移民体系不光是复杂无比，而且是乌烟瘴气。所以除了设置国家配额以及增加商业移民之外，我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移民的政策化繁为简，取消各类的定向邀请，无论是联邦移民还是各省提名的移民，尽量要统一标准，选拔出真正适合加拿大的人才。您要问什么才是真正适合加拿大的人才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相信一点，市场和竞争是最有效的检验手段。现在这个时代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甚至民意都在瞬息万变。而在选拔移民上，最好的方式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用市场、用竞争、用自由意志来决定移民的选拔。您甭管是设立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但是标准要统一，要稳定。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企图干预市场、控制人的走向。这里我们还是举个美国职业类移民的例子美国的留学生想要移民，其实路径呢非常的单一，也非常的简单毕业后他需要先找到一份工作，而且呢还需要幸运的能够抽签来获得 H-1B 工签。
在拿到工签之后呢，需要在一家公司基本上要干满6年啊。一般这家公司呢就会给你提供一个移民的担保，去做 Perm 的移民申请。那么后面的移民呢，大概还要申请个2年到3年。所以总的来说呀，一个非常优秀并且幸运的留学生，如果要完成美国移民的话，至少要达到6到8年。所以啊，您从移民规则上来看，美国的移民简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它没有什么语言呀、年龄啊、工作经验等等的一些打分的要求啊，那么只需要雇主担保就能够移民。但是您看，他最终能够获得移民身份的，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啊，经过千锤百炼，在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的高端人才，并且啊，你还要熬过这么多的年头，有很多不想熬的，或者是能力不行的，自然而然的选择了放弃。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市场的力量。而美国政府做了什么呢？它就是设立一个标准，设立一个配额，尤其是国家的配额。那么移民的标准再放在那里，几十年都不用变啊，他坐在那里审审表格就可以了。而历史已经证明，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公认的成功。世界上最顶尖的人才、最热的资金、最好的技术，全都因为一纸绿卡的诱惑而被吸引到了美国。您可能会说啊，加拿大的吸引力又没有美国那么大，枫叶卡也没有绿卡值钱啊，能像美国一样吸引到人才和资金吗？可能20-30年前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今天的世界，美国已经不再需要大批的移民了。每年它包括投资移民在内的5大类的职业移民，全部加起来也只有16.1万人。而加拿大在2023年经济类的移民就达到了27.2万人，它整整比美国多出了10万。全世界的人才和资金有的是，美国的移民无门，唯独只有加拿大还在欢迎全世界的移民，它怎么会吸引不到人才呢？加拿大为什么就不能聪明一点，充分地利用好移民的力量，把真正的人才、资金和技术引入到这个国家，让移民来帮助加拿大渡过难关，而不是一心的想要赚留学生的钱啊！您看，公立学校都开始唯利是图，变成文凭的一个贩卖工厂，而不是一心的想要利用那些移民来当选票工具啊，成为政治的棋子，而不是整个社会都盯着移民的钱包啊，想要快速的从那些临时居民上捞钱。我可以说呀，现在的加拿大恶果已经开始展现了。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人均 GDP 的连年下滑；国门大开，接受了数百万的临时居民，导致治安恶化，社会风气下降。而本国居民也开始怨声载道，原本是最为包容多元的加拿大社会呢，现在也开始反对移民了。失败的移民政策呀，是导致加拿大目前困境的最重要的问题，没有之一。但是呢，未来一个好的移民政策也将是会让加拿大重新崛起的希望。我在这里呢，强烈的呼吁加拿大从根本上改变对移民的认知，不能是抵制移民，更要把眼光放长远啊！一个优秀的移民能够给加拿大带来的价值，远远要超过那些所谓的学费、房租和低等级就业空缺。当然啊，我也知道改变现行的移民政策呢是非常的艰难的，这就需要所有加拿大的民众参与，不断的呼吁发声，甚至是在各个省选、联邦大选中积极的参与。与其期待呢，不如行动，说出您的呼声，让我们所有人一起站出来，改变现在的加拿大移民困局。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